好，我现在撑开裆，撑开裆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你刚刚在推我的时候，像晋级他的也很壮，可是我们在被推的时候，你等于是用你的面去推我们的点或线，所以感觉其实我们会觉得力量很大。然后，但是像我也90几公斤，理论上应该不是这么好推。可是你在推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自主的，就是一个力量好像就是会往后，所以是因为面跟点的问题。不是，你们站在那边也是一个面啊。可是你力量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整个结构是松散的，因为我过去的是一个整体的流动的力，我是一个整体的流动的力量，这样会懂？就我是一个面，我是一个整体的面，就像那个浪可怕的是什么？那个浪风起来，啪，整个那个面下来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力量是特大的，因为我刚刚感觉，其实我往后退并不是刻意，好像在就是去点啊，对，就是那整个力量上来，对，逼得我们不得不往后退。所以当我在推它的时候，你看当我在推它的时候，我虽然是手碰到它，可是我手接触它，可是我推它的不是手，这样懂？我如果不用手，我还是走路，这也是不是这样子？再来。我不用，我就是走路。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还是一样。就我哪里碰到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力量。因为我们的认知是，比如说健体的体重，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对小孩子，他就可能也推得动，因为已经没有体重差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第一个image是体重差的问题。不是，对。你的体重再重，你还是2只脚在地上。这样不懂？你说你是80公斤，可是你没有2只脚，你是一整个在地上的80公斤的一块东西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能推得动了。这样不懂？因为是人呐，你是2只脚啊。你如果是牛在那边，50公斤的牛4条腿在那边，我可能也推得很吃力啊，因为它占据的面大。人不是，人是2条腿，这样不懂？所以我欺负你的也是这个嘛。你只有2条腿在地上，你能稳到哪去？这样不懂？所以你要推倒一匹马啊！你要推倒一匹马，你看八卦炮锤里面那个什么啊？横推八马，横推八马是推哪？是推哪里？马是四条腿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站着，你怎么推？你怎么推它？它叫横推嘛。所以横推八马推的是什么地方？它这边一带横推八马推的是这个地方，就是马在这边站着嘛，你推的是这个，从这个角度往这边推，它的4条腿就不产生4条腿的作用了。听不懂？它是横向的两条腿。它4条是一个长方形的面。对，你不能从前面推，也不能从旁边，你任何角度推都不行，你推2条腿。这跟汽车相撞，如果被撞侧面就很严重。对，因为那个4个已经失掉作用了嘛，4个的均衡支撑已经没有作用了嘛，这样我懂？所以这个的功能就是建立在我们人是2条腿上面啊。我不管你多重，
我不管你多重，你越重，你还是两条腿，你下面的吃的力，你下面就越轻。说到这种怕，就是怕那个酒醉，他整个瘫在那边，他就是一整块的8、90公斤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，所以那种的昏在地上，在墙角，你要把它拖起来都难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武术里面的很多东西，我们掌握的是这个，掌握的是这个。啊，所以这样子它有它的合理性嘛？那我要做的就是什么？我要做的就是我是一个面的延续的力量，破坏掉你那两条腿那个平衡嘛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你如果是两条腿支撑，然后踩到一个那个墙根支撑，我要推你就比较难，因为你两条腿的支撑全都在，而且那个结构是很适合一个支撑的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你这样子不行啊！我不管你站什么步，你还是一前一后，听不懂？可是他如果也撑开裆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会撑裆的话，你也撑开裆，就是你来推我，好，我如果这样子，好，我没有撑开裆，他推，你推我，你看，当我的重心移动到后面，你再推，我剩下后腿了。当超过我的后腿支撑的时候，我就慢慢倒了，因为我这是两条腿。当他推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前腿的支撑已经失掉作用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回来。好，我现在撑开裆。撑开裆就不一样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撑开裆的时候，我两条腿结构在一起了，很像推一个面。对，因为他把两条腿结构在一起了。你是两条腿，你是弓步或者马步，任何步，当我破坏掉你一个，当我从这边走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你这个超过了，你就倒。对，这样不懂？因为你是两条腿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练裆跟胯？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！你两条腿变成一条腿的时候，你的支撑，当你推我，你推这个地方好了。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的重心不管重心在前还是在后，我是两条腿的时候，你推，我支撑不住，超过就倒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支撑点在下面嘛。可是当我的裆联合起来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是这样，你看，推，我走是这样走的，因为我的支撑点在这边，对，在这里。看不懂所以同样的，我推它的时候，当我的裆一撑的时候，我其实推它的是什么？我是在哪里？我是在这边。我推它的时候是在这个，你看，我是在这个，我是这个推你，我不是这个推你，我这个推你，你可以挡，因为我也是一条腿，你也是一条腿嘛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我是这个的时候，你就不好挡。懂不懂？所以占他便宜的是这个。
似乎它会有一种好像要被翘起来，那个力有点是翘起来那种感觉。我要翘，我要下，我要平，通通可以啊。对。好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再练练看。开后，先开后，再开前。他们两个间距虽然很短，可是你先有后，往前才有力量。就像你那个枪打出去啊，它先有往后的那个力，往后的力先出来，然后产生，然后去增加往前的力。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先往后，往后，前面的力量就叭一下就出去了。你如果先往前，后面的力量就倒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先把后面先撑住，后面是根嘛，你先把后面先撑住。你看，你后面一撑住，这个力量就走，这个力量就走，前面的力量才有根。你如果注重在前面一走，后面马上后面会容易跟到前面走了。你们试试看，先拉后胯，你也去拉裆，正面拉，也是一样，后面先拉，在前面练习拉裆。他这样子力量过来是正的，还是应该要调一下？行啊，他正也行啊。有体会吗？后面有力量，但前面的力量会随着他推会被影响。然后你再增加前面的力。我感觉已经到我的极限。就是没关系，一个小范围内我是可以控制，就是可以控制。没关系啊。可是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我就感觉前面就感觉不到。他慢慢给你压力，你就慢慢的去强化它。膝盖往前顶。有体会吗？你膝盖往前顶，帮助它延伸。啊。但其实那个感觉拎出来力量不是很大。你说那个裆啊，就很大啊。但我感觉不大。它只有一点点。因为动就是动，拉出裆那个两端末端嘛。对。你能拉多远？那个关节就在那个地方，你能拉多远？它的那个松紧的问题。对，我们只要把它拉住嘛，拉住两条腿合一了，然后你去慢慢强化它。就是向前拉，我就感觉不到那么像平常横拉住那么强，就往前。因为没有练嘛，那边形意拳呢，形意拳都往前啊。都往前，人家做这个，你看他也是这个力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感觉觉察力比较差。但是我已经看不到了。对啊，它变成是往上。后腿不要参与，因为他到推不动的时候啊，他在用后腿了。因为它等于有点把钉子这样把我拔起来的感觉。对。后面是用到脚。那也是一种力量嘛。可是我们现在要练这个，我们现在要练裆啊。所以你推不动，你要去加强什么？再来，推不动，后面往后，前面去顶膝盖，脚尖不要动，强化这个往后。所以你要加大这个髋关节它活动的空
空间。听不懂？啊就在啊，对对，那边要再强化，就在对，膝盖可以往前，膝盖往前是因为你那个往前嘛。为了让它撑出去的关系。对，不要你的脚动，因为你脚一动的时候，这个没有了。对啊，因为脚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对会松掉。对，啊，再来，脚尖不要动，膝盖可以往前顶，这个力量出来到膝盖可以往前顶，这个再增加往后，然后腰松掉，臀松掉，力量就到手。像没有到那边就往前，怎么会这么对？